大家好，我是霍神，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你今天戴什麼錶呢？我今天的心情其實有點複雜。這已經是我第3次在頻道裡聊 Zeus 的手錶了。很多老朋友應該知道，我對他們家玩龍觀影的特殊盤面評價一直非常高。有時候我甚至開始有點搞不懂 Zeus 到底在做硬核的工具錶，還是在做讓人上癮的男人的玩具。這是我第一次開箱這個系列，原本以為這款新作大概就是換個材質，走常規的限量母貝路線。但我在跟他相處短短的1-2天，我就發現我錯了。它從白天的視覺設計到上腕後的巨大存在感，都帶有一種很強烈的衝突。如果你覺得它只是換湯不換藥，那是你太小看它了。那如果你覺得這是一隻可以無腦忙碌、輕鬆佩戴的通勤錶，那看我的深入分享，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沒那麼簡單。這錶款定價$399的新作，即將在5月26號線上倒數計時，5月31號開放全球開搶。在你決定跟着一堆人在網絡上搶破頭之前，聽我講幾句真心話，看完了你再決定到底要不要設鬧鐘。鐵粉一看到極具侵略性的多邊形外殼，一定馬上就能認出這是 Zeus 旗下大名鼎鼎的招牌潛水錶系列 Hammerhead 雙季鯊。這個系列過去就已經推出好幾代經典作品，有別於 Solfege、Horeca 那種緊湊精緻的現代運動感，這一次 Zeus 選擇了成為雙季鯊的靈魂核心。它的外殼直接拉到了直徑43毫米，表耳到表耳達到48毫米，厚度來到扎實的13毫米。但這種充滿力量感、角度分明的純粹青銅大殼體，遇上了大面積的特殊面盤工藝，正常人根本不會把這種硬派青銅潛水錶跟這種像極光一樣的母貝面盤放在一起。這錶款的殼體採用的是青銅材質，線條非常銳利，正面與側面採用了大面積細膩的拉絲處理。我發現它不是單純的直線拉絲而已，在某些角度下，你甚至可以看到很像霧面與同心圓交錯的刷紋質感，那種光線劃過去的金屬層次感，比照片還要精彩很多。4點鐘位置的鎖入式錶冠轉進去的阻尼感非常踏實，而且粗大的錶冠底部還直接雕刻了 Zeus 的 logo， 上頭甚至還有夜光塗料。這種細節其實很瘋狂，因為大部分品牌根本不會在這種地方下成本。寬大的錶扣也同樣是青銅材質，實際扣上後的貼合度比我預期的更好，不會有那種廉價青銅扣鬆鬆垮垮左右晃動的感覺。翻到背面可以看到底蓋上有雙季鯊的浮雕圖案，立體感做得非常深，搭配厚重的殼體，真的有種老派深海工具錶的味道。不是那種調色調得很死板，像黃銅一樣的廉價合金，而是純度非常高，專門為了氧化而調整的 CUSM 巴西青銅。這種材質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是有生命的，會隨着時間和你的習慣去寫日記。如果你把它帶去海邊吹海風和容易流汗的環境下佩戴，它在短短1-2週內，表面就會生成一層淡淡帶着復古質感的暗黑色氧化層，甚至在某些凹槽切角處會出現極具個性的綠鏽。這意味着隨着時間推移，絕對不會有任何2個人的雙季鯊長得一模一樣，它會徹頭徹尾變成一隻屬於你個人、帶有生活痕跡的專屬工具錶。這種隨着歲月沉澱出來的銅綠，是那種亮晶晶的不鏽鋼或陶瓷錶圈永遠沒有辦法給你的浪漫。而且它有着強悍的300米專業防水性能。從殼體結構的面盤配置，它隱藏了太多硬核細節。首先來看面盤，這也是跟其他熱門款最大的分水嶺。有別於之前的 Solfege 和 Horeca， 把母貝切得很小很碎，像畫書一樣追求精緻的拼貼手法。但這一次雙季鯊43毫米的大錶徑，直接釋放了面盤的物理空間。Zeus 這次使用的是天然母貝方塊，面積比以前更大，讓原本天然的紋理螺旋交錯的極光般的流動張力，瞬間變成大範圍豪放的視覺色彩折射。更爽的是，這次終於做成純粹的無日期版。前2支影片我喊到心碎，在面盤印開的日期窗黑洞，這一次終於被完美填平，整個面盤一氣呵成，通透乾淨。因為為品牌大多年輕，技術不成熟，只敢用薄薄一片染色的化工塑料來糊弄玩家，但 Zeus 是認真的。
他們在無數片天然珍珠母貝中去挑選厚度、密度、折光率最接近的天然優質厚片，然後通過高精度的雷射切割，精準切成了幾何方塊，再由經驗豐富的工匠在1倍半甚至2倍的放大鏡下，一片片手工拼接上去。天然母貝本身就非常脆弱，容易破裂，要在大表徑的盘面上做到大面積的拼接。這也是為什么當你在不同的光線角度下看這面盤，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張石板的印刷紙，而是能看到天然材質獨有的立體厚度與偏光層次。而且我這次實際拿到手後，還發現了一個照片很難拍出來的細節。它的母貝排列其實不是單純的平面螺旋而已，而在好幾個角落，你會看到很像立方體一樣的幾何拼接感。明明面盤是平面的，但那些母貝折射出來的陰影和偏光，卻會讓你誤以為它有立體凹凸結構。這種視覺錯覺真的非常毒。在$399這個定位上，願意去啃這種費工費時又高風險工藝的品牌，其實真的不多。而到了黑夜，它採用 Super Luminova BGW9 夜光塗料，搭配 LumiCast 立體夜光技術，強悍的發光表現同樣直接拉滿。而且這次實際關燈後，那個 BGW9 的藍綠色真的非常亮，不是那種一下子就小紅的虛亮，而是會持續存在很久的厚實發光感。整體夜光均勻度也做得很好，晚上看時間的爽度其實比白天還要強烈。這種大面積母貝面盤雖然視覺張力十足，甚至讓人閃到看不清面盤本身的天然紋理，但實際上頭這段時間，我必須為它平反一下。在都市上，這表款根本沒有任何困擾，因為雙極紗配備了存在感極高的大範圍時標，以及品牌標誌性的寬大指針。就算底下的母貝偏光再強，再怎麼閃爍，這組超大號的指針時標依然能夠穩穩壓住陣腳。你抬起手腕的瞬間，依然能一眼秒讀時間，完全不需要在那裡遷就光線、轉手腕對角度。對於一支要求極致清晰的專業潛水錶來說，這真的非常難得。它在追求大面積視覺震撼的同時，完全沒有犧牲掉工具錶該有的功能性，該高調的時候狂放，該讀史的時候一目了然，這就是雙極紗最厲害的本事。再來看看它的內在心臟，這是無法忽視的平庸之處。這口 NH38 芯優點很純粹，原生無日期結構，拿出錶冠直接調時間，沒有空檔，利落穩健耐操，戴個10年都安心。但平庸的代價也很明顯，21600次的低振頻，讓偏大的秒針走起來有輕微的抖動頓挫感，完全沒有高振頻那種絲滑的優雅。官方日誤差更大到正負幾十秒，強迫症玩家絕對大失所望。不過老實說，回頭看看這錶款的定價，我覺得這枚機芯也真的沒什麼好挑剔的了。我的腕圍是8英寸，在男生絕對算是重量級的出手腕。以前戴38、40毫米的錶，總覺得硬漢穿小號緊身衣，怎麼看怎麼憋屈。但這款雙極紗是13毫米的錶徑，搭配48毫米的錶耳間距，戴在我手上比例完美的，就像量身定制，把這款專業潛水錶該有的帥感直接拉滿。作為一款專業潛水錶，它的規格和清晰絕對稱職。但回到日常佩戴，它的重心就是讓我最頭痛的地方了。13毫米的厚度，加上超高密度的青銅大殼，配備了一條偏厚的橡膠帶，整隻錶上手後還是有非常強烈的存在感。我實際測量後，這隻錶的重量大約是135克，它比較像是一種密度很強的厚重，不是那種戴一下手腕就快斷掉的笨重感，但它的重心感依舊很明顯。尤其你在轉動手腕的時候，還是能感受到那塊青銅殼體帶來的晃動與慣性。這種沉甸甸的負擔確實會轉化成一種隱隱約約的疲勞感，所以這並不是一只能讓你輕鬆帶着上下班的通勤錶。重心也導致了佩戴上的兩難：扣太鬆，頭重腳輕；扣太緊，沉重的壓迫感短時間就會讓你的手腕痠痛。最後，它極度挑剔穿搭，完全無法低調。43毫米青銅大殼，配上大面積閃爍的彩虹偏光母貝，它在手腕上簡直是個發光體。因為太厚了，它根本塞不進袖口襯衫。想當商務正裝錶完全不合格，搭配普通休閒 T 恤，面盤那種狂放的光
光澤，也和樸素衣服格格不入。如果你是內向的 I 人，不想成為焦點，這種巨大的存在感反而會成為一種無形的社交壓力。但相反的，如果你是外向，就愛高調的 E 人，那這款表的狂放絕對就是你最頂的穿搭神器。當然，入手前你必須接受它的缺點，青銅殼體會隨着時間氧化出你的生活痕跡。不喜歡舊化質感的朋友要注意，還有它無法回避的分量感，特別是像我一樣擁有8英寸出手腕的朋友，這絕對是近期尺寸最對位、視覺最震撼的。但這不代表你一定要像我一樣手腕這麼粗才能戴。這只表真正的門檻不是你的腕圍，而是你能不能撐起那種硬派狂放的氣場。Zeus 能在幾百美金的級距裡大獲成功，靠的就是這種永遠超於預期的狂放精神。它不完美，甚至有點難搞，但也正是因為這樣，它才不像現在市面上那些看過3天就忘記的工具表。再次提醒大家，這款新表的計時倒數在5月26號就會上線，5月31號正式全球開搶，首發售價只要399美金。如果你懂那種光影、那種手工拼接的溫度，以及純粹無日期的完美視覺，並且能包容它身上那些為了美感而妥協的硬傷，聽我一句勸，趕快設定好鬧鐘，因為 Zeus 從不補貨，錯過這一次機會就真的沒了。以上是對 Zeus 全新 Hammerhead 雙擊殺的分享。最後我想問問大家，面對這面大面積閃到不行的天然母背，你是會擔心低調日常撐不起來的內向 I 人，還是覺得這種狂放視覺越閃你越愛的硬核 E 人？在預算幾百美金的級距裡，這只有脾氣的青銅母背表到底有沒有擊中你的心？老朋友請記得幫我按讚、留言、簽到，新朋友請記得訂閱厚實頻道並開啟小鈴鐺。謝謝你的收看，我是厚實，願上帝祝福你，我們下次見，拜拜。